孩子在很小时候，其实已经尽完这一生所有的孝道了。你以为的孝道，是某种延期兑付的支票，是等他长大后的反哺，是功成名就后的供养。不是的，真正的孝，早在你没意识到的那些日日夜夜里，被他超额完成了。就在他毫无保留地爱着你的每一个瞬间。当你疲惫回家，他摇摇晃晃扑进你怀里时，那是他用全部生命在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当你情绪失控吼了他挂着眼泪却仍伸手要你抱时，那是他在教你，爱可以超越一切伤害。当他把捡到的，在成人眼里一文不值的石子当作宝石送给你时，那是他在践行最本真的布施。他有的都给你，这份全然的交付，是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在治愈你内心那个从未被好好爱过的孩子。你以为你在养育他，其实是他在唤醒你。我认识一个经营街角便利店的街坊，我们叫他老周。老周活得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精算师，每天深夜打烊后，他总会盯着收银系统的后台，一遍遍核对那行冰冷的销售数字，直到每一分钱的进账都能在库存报表里找到精准的对应。在老周的世界里，生活不是用来感受的，而是一场不能有任何误差的防御战。他把日子过得极细，细到近乎吝啬，空调调高1度能省下多少电费，某个货架的零七品如果今天不卖掉会亏损多少钱。这种对投入必有产出，付出必有报偿的执着，是他在这动荡世间唯一的安全感。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对儿子的爱也带着这种沉重的精确。补习班的电子账单，各类才艺课的扣款记录，被他像整理进货单一样分门别类地存在手机里。孩子每日的时间表，练习册上的每一个红圈，也被他像核对货架周转一样分秒不差地盯在眼里。老周自认为是在倾尽所有的栽培孩子，实则是在把这一笔笔开支和精神投入当成了对抗平庸人生的筹码。他总对儿子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全指望你了。这句话听起来是沉甸甸的爱，其实是把生活的重担分了一半，悄无声息地压在了7岁孩子的肩膀上。他下意识地希望这种长期的深重托举，在未来能换一个圆满交代，绝不能出现任何偏离预期的差错。直到那个暴雨倾盆的深夜，店里的老式冰柜突然断了电，那是老周为了省钱一直没舍得修的隐患。他发疯似的把那些已经开始融化的速冻食品往另一个冰柜里塞，冰冷的化霜水湿透了他的衬衫，也彻底打碎了他维持了一整天的体面。他一边狼狈地搬运，一边对着镜子里那个发际线后退、满脸戾气的中年人感到一种深重的绝望。他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像这个修不好的冰柜，拼命想要保持那点微薄的温度，直到有一天坏掉，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都在腐烂。7岁的小周不知何时走了出来，赤着脚站在满地冰水的库房门口。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害怕而躲开，也没有说话，他只是慢慢蹲下身子，伸出那双温热的小手，死死地用力地包裹住了老周那只因为长时间搬运冻货而冷的青子，甚至在剧烈颤抖的大手。那种从孩子掌心传来的滚烫且毫无保留的温度，顺着老周麻木的指尖直冲心底。老周那双正机械般抓取冻货的手猛地顿住了，他僵在那里，视线缓慢地从那个浸着脏水的包装袋移向了孩子因为地板冰凉而用力蜷缩的脚趾，最后落在了孩子那张因为心疼而紧绷的小脸上。库房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外面的闷雷和室内冰水滴落的声音。老周原本急促的呼吸一点点慢了下来，他另一只还在攥着冻货的手指渐渐松开，任由那袋曾被他视若性命的货物啪的一声掉在冰水里。他反手握住了孩子那团小小的温热的手，
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那仿佛是要把这半生机遇都吐干净的叹息。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亲子关系变成一种情感高利贷。我们这代人，很多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匮乏的小孩，因为我们自己未曾被无条件的接纳过，所以我们不懂得如何无条件的去爱。我们将孩子视为自己生命的续集，视为修补自己遗憾的补丁。你对自己平庸的恐惧投射成了对孩子卓越的强求，你对自己失控人生的焦虑转化成了对孩子细节的掌控。当你盯着那份成绩报告单，心里涌起的真的是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吗？还是某种我的投资可能要打水漂的恐慌？那种沉默后的爆发，那种饭桌上喋喋不休，其实都是我们在潜意识里呼喊：快成功，快来证明我的价值，快来填补我内心的空洞。这种逻辑的本质是深重的执念。你试图利用一个清澈的、全然依赖你的生命去填补你前半生留下的荒凉与残缺。你把它看作是修补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却忘了它本就是一尊圆满自足、带着神性而来的佛。它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的污点不在镜面上，而在照镜子的人脸上。每一次亲子冲突，都是他在提醒你，这里还有你未曾修通的功课。不要再把孩子看作是一个需要被雕刻、被修正的半成品，试着把他看作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比你更有智慧的修行者。他是来度你的。当他拖延时，他是在教你放慢那种被现代社会催眠的节奏；当他顶嘴时，他是在提醒你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当他毫无理由的大笑时，他是在向你展示，快乐其实根本不需要任何成功作为前提。你确实付出了很多，你在俗世里奔波，用满身的泥泞换他这一程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是你作为父母给他的托举，而他坐在你灵魂的对面，用那一颗从未被世俗污染的真心揉碎了你满心的戾气与焦躁。这是他作为孩子给你的抚慰。你们互为彼此的摆渡人，你护他身，他渡你心。在这场航行里，没有谁欠谁，只有因缘际会下的双向成全。他在航程中给你的每一个拥抱，每一次无条件的信任，都已经是这世间最昂贵的船费。所以，请试着换一种注视他的目光。你不是在养一个用来续写你人生的工具，你是在陪伴一位用生命度化你的菩萨，共同走过一段珍贵的旅程。他已经给了你这一生能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他让你体验了什么是毫无条件的爱，他让你看见了生命本初的良善。别再对他说，我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你，你以后千万不能让我失望。这句话是锁链，会锁住他的灵性，也会锁住你的慈悲。当看懂这份早已完成的至高孝道，你们之间的爱便会从沉重的枷锁化作照亮彼此的微光。如果你也曾在某个瞬间被孩子那颗纯粹的心治愈过，请把这份温暖分享给更多人，在留言区写下那个让你一瞬心软的时刻吧。让我们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回那份久违的清静与欢喜。订阅我的频道，一步见山，见自己。